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近日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军队遭受到了重大损失，如此严重的伤亡啊，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那为什么佩斯科夫罕见地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言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承认这个事实，其实他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强调，我俄罗斯其实更重视我这些牺牲的这些力量，也就是说。他的这种牺牲的力量，在他们看来是要进行进一步的歌颂、进一步的赞扬。那么，通过这种歌颂，通过这种赞扬，能够显示出国家的一种决心。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兹尼科夫呢，8号就表示，俄罗斯正在改变战术，现在主要是把力量集中在空袭上。那请教一下石先生，那俄罗斯在这一阶段的这个军事行动，照第一阶段相比，它在战法上会有什么样的异同？第一个呢是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俄军之前呢是多条战线呢进行作战，但是很快呢就发现兵力不足，后勤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俄军呢赶紧呢就进行了转变。那现在呢主要集中于顿巴斯地区，这样一来的话，俄军就能够呢形成一定的兵力优势，而且呢后勤方面的压力也会呢大大的缓解。第二个显著的不同呢是俄军除了进行地面作战之外，他以高精度的武器重点打击乌军的燃料库、铁路枢纽，目的呢在于切断乌军获取燃料和武器装备的能力。这样的话，能够呢大大的削弱乌军进行持续作战的能力。那您怎么来看？俄罗斯方面表示希望在未来几天结束这场冲突，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因为呢乌军从前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抵抗的很顽强。乌军现在的作战能力还是很强的，特别是士气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主要呢就是因为呢俄军从基辅、切尔尼戈夫方向呢撤军了，这个使得呢俄军很被动，而乌军的士气一下子就大涨了。那还有呢就是西方持续呢对乌军所进行的军事援助，而且呢这种力度在不断的加大。北约将向这个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呢，将抹去所谓的进攻性和防御性的区别。那石先生，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呢，防御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特别是对于重型武器装备来说更是如此。那么现在呢，北约对于乌克兰，在军事援助方面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其中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呢，乌军战场上呢顶住了俄军的攻势，并且呢给俄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使得呢，北约国家呢认为乌克兰的这个棋子还是很有价值的。西方呢给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装备实际上呢目的是让乌军具备呢进攻作战能力，也就是呢让乌军可以对俄军展开反攻。那很明显也是说明西方呢在进一步的拱火。我们确实注意到，最近很多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相继的访问基辅，似乎在为乌克兰打气。尤其是这个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是出乎意料的出现在了基辅，并且称泽连斯基是英雄。那孙先生，您怎么来看美西方最近不断的在渲染这个乌克兰必胜这样的一个言论，他们有什么企图？首先，我觉得是俄乌战场的态势让欧盟以及北约看到了乌克兰获胜的一种可能和前景，也就是说，乌克兰军队的抵抗意志和效果呢，的确是超出了北约和欧盟的想象和预计。在3月25日呢，俄军做出的调整，本身就代表了乌军的抵抗是比较有效的。第二个就是俄乌之间这种军事对抗，我觉得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进入大规模的会战，甚至是决战的阶段。欧盟以及北约呢摸清了俄罗斯的基本的套路他们应该是认定俄方不太会使用核武器，比如说通过常规武器的援助来消耗俄罗斯。那跟随博雷利一起访问乌克兰的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他表示将加速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一旦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话，会对整个局势有什么影响？刘先生。从欧盟的角度来讲，因为毕竟欧盟它还是一个我们说，相比较北约来讲，它不是一个军事化的组织，它更是一种这个政治和经济这方面的组织。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乌克兰是有一定的空间的也就是说，欧盟如果接纳乌克兰的话，它会释放一个更强烈的信号，就是
接纳乌克兰向欧洲靠拢，那么也给乌克兰在自己传统的这个诉求这方面给了他一个出路啊。但是毕竟欧盟不是一个军事化的组织，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看俄罗斯那边的态度可能也会有所这个缓和啊，不会那么的强硬。根据《华盛顿邮报》4月13号报道，美国也将提高对乌军援力度，预计新一轮援助将高达7.5亿美元，其中包括悍马战车、攻击型直升机等。另外，乌方也正在与美捕食者及猛禽无人机生产商接触洽购。4月3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承认，从2014年开始，近8年时间里，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一直接受美国与其他北约盟国的训练。就在上周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也发表声明称，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与即将从美国返回乌克兰的乌军队进行视频通话。据了解，该支乌克兰军队在隶属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安全合作学校 Nevsky Yates 进行军事培训和教育，包括巡逻艇操作、通信和维护方面的训练。自3月初的课程结束后，美国军方为该小组提供了额外的高级战术培训，包括关于无人机的培训。该军队目前从美国返回乌克兰。实际上，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乌军常年保持6个作战旅在前线轮战，每8个月一轮换。轮换回来的作战旅会在驻地进行整补几个月，然后去训练基地进行集训，最后再开赴前线进行下一轮轮战，以此类推。而这里面的基地训练，就是美军介入最深、对乌军影响最大的。美乌联合基地训练项目名为 JMTGU 联合多国培训大队乌克兰，地点就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郊区的亚沃利夫训练中心，由总部在德国的北约驻欧洲第7陆军训练司令部领导。在这个项目中，美军每次会派出一个旅级战斗队的200多人，包括旅司令部、相关专业兵种代表、普通步兵，还有指挥、通讯、后勤、医疗、运输等保障单位，执行为期6到9个月不等的教官任务。北约其他国家如加拿大、波兰等也有少量教员参与。该项目每年计划培训乌军5个作战旅和1个特战营，美军和乌军按照专业和军衔1对1帮扶。每期55天的集训结束后，乌军这个营回去以后，可以作为种子教官，把训练成果推广到全旅其他单位。培训内容包括战斗内容，也包括指挥、通讯、后勤、医疗等诸多方面。还有另一个重点是乌克兰军队与北约的互操作。比如这次乌军采用的反装甲小队这种灵活的分散的前线作战方式，就是从美国和北约那里学到的。另外，前线部队更多利用微型无人侦察机等现代信息化手段，获取一手战场情报，实现第一时间战场信息与指挥中枢的云共享、云指挥，更多利用武装无人机对敌方的地面装甲力量实施打击等等，这些都是新打法的体现。